好，来看看今天我给大伙带来的是欧阳先生啊，给大伙做的这个精彩教程。什么教程呢？就来自于我们的白张飞进道具一命通关。很多人说小兰你别鸡巴扯了，你前2天不是做过了吗？哎，确实是做过了，但是我们后面加上了一个全 BOSS 路线，也就是说你们看到的那个秒杀路线啊，就是说如果是秒杀玩的话，你要秒20个 BOSS 或者说20个半也行。但是那个马的话，因为你无论怎么样，那个马出来它这个血量啊，它最多它也是给你一半血，所以说你也就20个半。所以说我们管这个叫全 BOSS 路线啊，全 BOSS 路线。这个全 BOSS 路线呢，对吧？三国战记119完美版，也就是说所谓的在网上能玩的模拟器能玩下的最完美的版本啊。当然就是说贴近原版，几乎相似度是99.9999999999999。之所以不是，就是因为它跟这个原版比啊，因为原版有版权，它没有。当然这个119完美版，张飞呢这个走反路。全 BOSS 路线的这个通关啊，跟大家伙讲，这里面做的是是有血的啊，不是进血的。其实进血的还蛮难啊，但白张飞强一点，因为白张飞血多嘛啊。这里面咱们是进道具，进道具不进血，也就是说全凭一个体术，全凭体术，全凭自己的这个这个比如说爆气呀，或者说是什么之类的。所以说像这种啊，尽管是天王难度，但是咱们的玩家玩起来还是极为奔放啊。比如说他可以选择血杀，因为一会儿有长血的地方啊。对于像他们这种就是玩三国战记的这种就是民间啊，也不能叫民间大神，其实跟大神比啊，现在很多人被误解了。比如说玩这个游戏呢，很多人都认为玩游戏的大神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小狼啊，秒杀啊就是大神啊，这秒杀只是秒杀领域上的大神。那还有一种什么呢？叫做什么速通？速通只是速通领域上大神。还有就是有那种什么近路线的啊，比如近玩法的，像之前的柱子，还有很多啊，比如说近这近那的。最难的玩法就是对吧？只能用上下左右加 A 啊，还不能用必杀，就是上下左右加 A， 其他都不让用。这个是最难的啊，这个人脑一臂通关都非常难。啊，对吧？因为它不能跳，也不能防，也不能，更不能放宝，也不能，对吧？也不能练必杀啊。反正总之呢，就是赖啊。总之只能用上下左右这个加 A。当然那个 TAS 诸葛亮单 A 那个连跑都不能跑，那个更变态了。当然那是 TAS 啊，咱这就不多说了啊。那 TAS 呢，那还说啥呢？对不对？那这个咱们这个玩法呢，就是比较平民化。对于高手来说呢，这个玩法呢，其实并没有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难。很多人说连宝都不能放，不过白张飞能放的宝啊，咱们算一下啊，白张飞什么宝牛逼呢？隐身衣，那隐身衣那是对吧？小宝格当中最牛逼的道具之一了。张灵剑，对吧？还有一些清兵的小道具啊，什么毒瓶啊，像什么毒镖啊、小金珠啊、小剑筒啊，这都是很好的东西啊。再加上咱们进这个，对吧？还有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像这个大宝有盾书啊，对吧？有盾书，有金匮要略啊，就加血的啊，这些东西都不能用了。那么但是白张飞还好点儿，你说实话，你诸葛亮不让用，啊，诸葛亮吃的多，他对吧？他不让用他亏，这白张飞吃的少。当然了，他再少，他也比那个红色的那个黄忠要牛逼啊。那红色的黄忠是真面啊，那确实是感觉除了一些常规的小宝，啥也吃不了，就是。然后这个呢，咱们看看啊，这个玩法呢，进道具，然后呢，最狠的难度呢，很多人都知道啊。你像现在有很多那个玩家，有很多玩三国战记的玩家啊，就比如说像有一些玩拳皇的，他觉得自己玩三国战记玩挺好，他们玩的都不是天王难度啊，他玩普通难度都玩的可好了，玩天王难度就不行了啊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啊。天王难度跟普通难度和那个所谓的困难难度，它都完全不一样。对吧？就是这个游戏难度有分好几个档，它甚至好像还不是说那个像现在咱们想就是啊，那照你的说法就是简单、普通、困难、天王，不是，它好像有10多个难度啊，我忘了，反正挺难调的。一般游戏厅老板都不会调这个天王。这个天王啊，当然了，天王你也看到了，挨打费血费的多，也好像没那么多，但是呢，这玩意儿还有一些对吧？怪物的智商啊，还有它的那个刷兵的那个内容啊。当然你对怪物的攻击力或者怪物的血量倒是没增加，你攻击力对吧？对吧？就说白了，怪物的血量和怪物的防御没有增加，这点也就是说没那么难啊。然后再有一点呢，就是说进道具的话呢还好，进血加进道具是最难的。曾经我给大伙也做过，
也是人脑的。之前柱子呢做的最变态的就是进 BCD 啊，进 BCD， 但是呢可以吃血啊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不是说就这个就不是说比较简单，它比较难了。进 B 进 C 进 D， 连跳都不能跳，但是我可以吃血啊，甚至打出过一命通关，你想想这个就多变态啊！一命通关都打出来过。但是历史上最难的玩法就是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床上马车夫的，当时好像据说他还挺有意思，这个人啊，怎么个有意思呢？就是他赞助这个比赛不让别人播，好像是不让别人播啊。然后但是我偷摸也播了好几天，我才知道这个事儿，我不知道啊。后来好像听说是，就是他赞助这个比赛好像是5000块钱，在当时2015年、16年的时候啊，这个5000块钱好像挺值钱的啊。那个时候哪有像现在办个比赛几万？那个是什么内容呢？就是进 BCD， 然后呢进气儿、进血，连血都进了。但是呢，你可以一币通关，就说白了，你比如说你打个几百、200万，你可以加2个人，你打300万加3个人啊，我不管你，反正呢你用什么人物都行，你用诸葛亮你加4个人也行啊。但是呢进血，知道吧？你进血，你进血的话，再加上天王，再加上 BCD 都不让用。好像据说是必杀也进了啊，我记得必杀也进了。这样的话你懂的啊，那就太难了。所以说这个算是一个教程，也就是说这个教程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在各位啊没有宝的情况下啊，你就是没有大宝都已经用过了，没有宝的情况下怎么打 BOSS？ 你比如说第一关的 BOSS， 咱们大伙就不说了，像这个车里级1、2、3，然后直接下手1、2、3，对吧？它爆气的效果啊，然后有的时候还能神龙摆尾。在张飞没10级的时候啊，这个张飞也确实新手操控不是很好。张飞10级之后和赵云10级之后和黄忠10级之后啊，就跟这个正常人他就不一样啊，确实不一样。就是这个教程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进血玩法。比如说之前我解说那个马超进血，这个进血一命，这个进血玩法就不一样了。就是说你有道具是怎么利用这个大宝，利用一些小宝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道具啊，把这个道具用好。没有，如果说你费血费的多怎么办？对吧？你没有血了怎么办？是这么个路子。所以说吧，每一个教程都不太一样啊，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好，这边啊，咱们走反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要走这个这个孟获路线嘛，其实就是说白了啊，就是那个不走兵剑路线啊。你走兵剑路线的话，兵剑天遁那个路线它就没有这个孟获了，所以走的是那个路线。小的时候很少有人走这个反路，除了有一些人啊特别想要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叫太阿剑。就是爆剑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119摊分现在记录最高是多少？1169还是117级？我记得是。然后最初代的 TAS 摊分，但他那个 TAS 只是 SL 了啊，就是说仅只是 SL 了，没有什么方案，还是按照人脑的传统方案，是1135。后来呢，然后那个谁做了一个啊，就是那个GXQ 123-456好像做了一个，又挺多的，我忘了多少了，反正挺多的。然后后来呢，他说如果再换方案的话会更多啊，会更多的。好，直接选 A 了，直接破掉了这个路子啊。反正呢就是不能进这个洞，你进这个洞也不行。好，来看看，直接来到了这个夏侯渊，菜鸟杀手夏侯渊的路子啊。你最高400多万，你那个摊分跟他这个完全就不一样啊。真正的摊分那牛逼的要死，知道吗啊？好，你看这个张飞啊，这个人啊，他这个起手他不用单 A， 虽然说他到不到10级都无所谓啊，用跳正摇手来起。这个跳正摇手这个招啊，伤害虽然说不高，但是呢，我直接接狂风式啊就可以，就不考虑你的感受的啊。
好，玩流士下来之后怎么说？好，1、2、3，玩流士。好，这边夏侯渊啊，卡住兵啊！上次我记得解说了一个不卡兵的玩法，不卡兵也挺难的。黄蜂式追地下压锁，黄蜂式暴气神龙摆尾，黄蜂式，大家开始利用3追来接招了啊！这个玩法啊，第3追没接。想利用这个暴气效果打个狠的，没有毒，怎么入手？好，单 A 完流士狂风式，然后神龙摆尾，没追，暴气效果消失了。跳正好手起手，你看，下神龙摆尾后前手，哇，这个跳正摇手，兄弟们学到了没有？张飞判定最牛逼的招，连夏侯渊都防不掉的路子。哎呀呀，我去，我去！这一个画地为牢2点，多少血？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天王难度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天王难度啊！一个画地为牢2点，这个张飞瞬间大半管没了啊，大半管没了，就这么赖啊！你要知道，这可是白张飞的大半管，这如果是魔张飞，可能就死了啊！如果前面费了点血的话，可能就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。他那个是一命吗？不是一命，但是不是一命，人家也不会像你贪的那么少啊。一命贪分也可以，一命贪分也没有像你贪的400万那么少啊，400万太少了。好，一顿玩流质，玩流士。这个3弟大哥一共有几个夫人，对吧？糜夫人、甘夫人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孙夫人，还有吴夫人啊。吴夫人后来是这个穆皇后啊。然后再就是谁呢？再就是那个再就是说这个说，好像就没有了吧？这刘备好像就这几个老婆啊。那刘备的老婆还是吴仪的妹妹，而且还是个2婚啊。好像据说在宋代之前，就是很开放的，就是比如说你续娶，然后女的再嫁都是可以的啊。没有像那个，据说好像没有像现在，好像有刻板印象，很多人就是做那个古代剧啊，认为有很多女的，就是说啊，就是一旦说好像丈夫走了去世了，她就不能再为了守什么贞节牌坊什么的，这个倒不假，有这样的人。但是呢，据说政府就当时就是无论当时的执政政府朝代，他是支持这种事儿啊，他支持这个续娶的啊。反正我不知道现在的电视剧为什么老说哎什么女子怎么地，对吧？其实支持续娶啊。呀，我记得汉代应该是挺开放的，没有那么不开放。你像刘备也娶，曹操也娶，对吧？当然啊，有些那个趴灰的就有点过分了，就比如说那种什么，对吧？儿子的媳妇儿他给抢过来了，他给撬过来了啊！这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人啊。有一些那个，还有一些什么老爹的媳妇儿、老爹的小妾啊，他继承汗位了，也拿回来。当然这是少数民族也有，但是不仅是少数民族，还有一些什么以前是你嫂子的，对吧？后来也被整回来了，那对吧？好吃不如饺子。但是续娶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啊，我不觉得。我看那个老版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个赵云，对吧？赵云去那个是什么来着？是贵阳太守吧？是贵阳太守，先娶的零陵，
然后再取贵阳的时候呢，赵云去，然后赵云这个贵阳太守这个赵范，啊，也跟赵云一起姓赵，两个人拜把子。这赵范说呢，他有一个嫂子，说他这个嫂子吧特别好看啊。电视剧里面那个演员确实不咋好看啊，但是呢，据这个当时好像据说这个演义里面说她是确实长得漂亮，就喜欢英雄豪杰啊，正好对吧？你就嫁了，想嫁给英雄豪杰，正好你是英雄，你看。好像据说本意是好事啊，但是这个赵云呢，这个人确实，赵云可能就是不想那个，是吧？那可能赵云就拉倒了啊。反正贼逗，那个地方看的啊，赵云非常可爱啊，赵云确实挺可爱的。但是事实上，赵云在演义当中，你像咱们都知道呢，一听说有什么赵统啊，赵云之子赵统穿校服求见。我说怎么的？就今天星期一啊，升国旗奏国歌啊，怎么还穿校服呢啊？后来发现是，对吧？就是人去世了，不要披麻戴孝嘛啊。赵云啊，贾南风啊，真是贾南风还说啥啊？哈哈。其实说，咱们看那个什么。看那个，你们看过《大宅门》没有啊？不，说错了啊，《闯关东》。《闯关东》里面呢，最开始呢，这个朱开山他个大儿子、二儿子啊，小儿子，对吧？这个他大儿子啊，有一个算是对象，还没过门。闯关东的时候要带着他，结果没带上。把这老大给踢下去了啊！这个老二性情中人，把老大给踢下去，他俩一路走旱路闯关东。就那个宋佳演的那个叫仙儿，最开始跟他大哥谈对象，明明是奔着大哥使劲的，后来又跟老二处对象啊，对吧？后来跟那个日本的那个男的是吧？小孩儿，他不能叫姐弟恋啊，那单相思咱就不算，但是我就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啊。然后因为当时我看，我说这个宋佳这个演员挺狠的，演着演着还当上土匪了，我有点东西啊。啊，对，那个叫什么一郎是吧？啊，反正是挺狠。我只能说一句话，就那个你看，按照那个时候咱也不能说那个叫。他也不是封建时代了吧，对吧？他也不是了，他也是但是他也没改革开放。总体来讲，你说你跟那个老大，然后结果呢，又跟传武发生了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网恋，你这玩意儿，谁得算谁的呀？这玩意儿啊！啊，那个跟那个啊，那我记错人了 ，sorry， 那我记错了啊。这个长时间不看，好像记错了啊。好，这一顿小尾连，很多人都不会连招吧？你看，很多人说小狼，你管这个叫尾连，它都是有连点的，为什么叫尾连呢？它这个跟这个97不一样，97能连上，就是上面显示能连上，连不上呢，就是连不上，它就断了。这里面呢，就是这个 BOSS 想要反击，但反击的过程当中，他出的这个招吧，并不是无敌的，容易被破。也是一样啊，是狠啊！反正我就想这个事儿啊。张飞，其实我感觉张飞挺可爱的啊，这个人物说句实话，他就挺讨喜。而我看那个新版张飞吧，就那个叫康凯的演员嘛，实在是看的有点赖赖的。好，这就卡住兵了啊，这主要是卡住兵了，卡住兵单挑 BOSS 就简单，12连，你看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很多人不会的12连啊。啊，1、2、3，检索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检索1，这是又尾连了，用前检索来取消。
你看，对，连招已经连到没了，这叫高手，你们不会这一招吧？哇，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啊！这张辽看见飞哥啥都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你看啊，这个诸葛亮、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打00的时候，这个孙权在打合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张飞啊取50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孙权也在打合肥。这个刘备拿到4郡之后呢，他还在打合肥，天天在打合肥，打了一辈子合肥啊。这个孙权对合肥太执着了，这个人。哎，好，来看看这里面啊，其实发现啊，其实要是不进血的话，还是蛮简单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能看出来啊。只要把所有的兵都卡好，是吧？其实不卡兵，它也是归一点的。其实归一点的时间怎么地都够，大不了我归一点，这都小事啊，对吧？玩流士，好。我感觉我应该去整个82年的茶水。啊，不行，不能喝，晚上不能喝茶，晚上不能喝茶，晚上喝茶睡不着觉，是吧？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啊？晚上喝茶睡不着觉啊？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。好，反正啥也不用想，你啥也不用吃啊。除了血之外，你吃别的都没啥意义，对不对？晚上喝咖啡睡得香，那不直接喝精神了啊！我感觉还是喝酒睡得香，就喝逼了，直接就你懂的。好，玩溜智。好，来，这必须点打啊！哎，这个必须点打，因为咱们是全 BOSS 路线啊，所有的 BOSS 都有点打。正常，其实正常，我认为打貂蝉不难打，尤其是双人配合的时候啊。双人配合，选一个不是副机不是主机的人，是副机的人，啊，比如说2P、3P、4P 什么的，他打貂蝉，他就一下 A 就行，对吧？一下 A， 这个貂蝉不反击的，他来追着那个主机打，他不反击你的，老嘚儿了啊！好了，来看看。这里面吧，咱们现在老说什么演绎，又说电视剧演绎，又说这个很多人说日本的《三国志》啊，那都是根据《三国演义》里面他自己后来又有一个日本的作者他自己写的。然后再就是什么呢？再就是那个《三国志》啊正史，因为是24史当中《三国志》正史里。但是个人感觉吧，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啊，就是说三国。就是你看那个三国演义里面有好多地方都是怪力乱神的，很多地方都是，对吧？他演义里面讲的都是有点那个玄学了。比如说借东风这个地方，在电视剧里面咱们大伙都讲啊，他原创的剧情，他告诉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，就是为将者，为帅者，不知天时，不知地利，不晓阴阳，不懂八卦啊。怎么地，但是在演义里面他描写的那个借东风，那个是真的是借东风啊，
有点玄学啊。好，来看看，明天晚上肯定有老 K 呀、明天晚上有比赛，明天晚上周赛第5周有老 K 的啊。好，再反跑。张飞这种长的兵器，你看打着打着升级了，这种事儿很闹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秒杀还是什么的，这个升级这个啊，确实是玩着玩升级了，老嘚儿了。好，但是呢，只要这个 BOSS 爆的血啊，还是照样能够那个什么的，能够补齐的，补一点就无所谓。像这个吕蒙呢，正是害怕这个普通攻击的手，你用其他的打也费血不多。当然，除了伤灵剑啊，还有演义里面的七星灯。诸葛亮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他不像很多人说是一个安慰剂效应，但是呢，在那个演义里面讲的就不是安慰剂效应。虽然说最后幸亏他没成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他成了那就玄学了啊！安慰剂效应虽然说好使，但是大家伙都懂的。那你病入膏肓的人。这玩意儿回光返个照还能好点，还能有点那个实验的意义。但是你说延寿12年，我操，对吧？12年是一个轮回啊，他兄弟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神龙摆尾，黑虎掏心。好了，来看看，再来，好，再铲。这连招啊，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儿。你看有爆气的话也行，反正1、2挥空，我就是狂风式，血量不多，哎，但是够用，哎，直接跳起来狂风式。你看张飞这人很实惠，相当实惠，最实惠。你看单 A 挥空狂风式，只要狂风式把人打成副攻状态，就跟后我叉一样。这个狂风式没打着，但无所谓。你看单 A 下手狂风式，他就是挥空，哎，就是挥空了也行，都小事儿。这个玩法非常实惠啊！很多人说我90秒都打不死，那就是你不会什么走位的。好，来看看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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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左慈跟那什么虞姬他们整不了政治啊。他们诸葛亮为什么会被神化？因为诸葛亮第一他忠，第二呢他尽心竭力，第三呢他最主要的牛逼就是把后勤整得好，对吧？对吧？王佐之才，这个荀彧也一样，也牛逼啊！那进 AI 那个进 A 那都没有意义啊，那个不用，那个就是那个谁的，那个他踏死是绿蓝的，不是绿蓝的是谁的我忘了，那个就是进 A， 但是呢他打 BOSS 不行啊，他打 BOSS 之前行啊。我知道好吃，但是你也不加血好吃。你像荀彧说过一句话叫坚壁清野，很厉害啊。老三国不，三国一共几个大场面？哪几个大场面呢？就是火烧赤壁，那是最大的场面了啊，对吧？诸葛亮葬礼，
然后刘备娶媳妇儿，这都是大场面中的大场面啊！这刘备娶媳妇儿这段是狠。你看红事也有，白事也有，对吧？打仗的也有，太狠了啊！翻斗场面还是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啊，没那么大。有个2万人的大场面。老三国怎么地啊？就现在你让我看，我也是觉得老三国演得好。我这东西，就是我估摸着啊，咱们一个人说的不算。你就是说，现在咱们说那个10后了吧，10后现在也可以接触这个名著了吧，对吧？都已经11岁了、12岁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让这些小孩他都没看过老三国，没看过新三国，让他们重新2个三国同时，哎，对吧？重新看一遍。你让对吧？你找1000个人，对吧？调查一下，你问问哪个拍的好一点？我估摸还是老三国，真是的啊！好，来我们看看一会儿啊，吕布也得打出来啊，没有道具，很多人就不会打吕布了，很多人都想着用什么土雷、铁莲花才能打。其实啊，像诸葛亮、张飞想要打的话，用体术也确实能打出来的，你懂的啊。新三国当然有可取之处了啊，对吧？主公受不了啊，主公受得了，赵云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接而奏乐，接而舞啊！你是何人？我乃零上将，说出5名，吓汝一跳；说出5名，逗汝一笑。很多名场面啊，哈，是吧？也确实很多名场面。好，来看看。《水浒传》我也觉得央视的好，尤其是央视的那个李雪健演的宋江演的是真好，真的把宋江前期那个憋屈劲儿演出来了，把他那个黏黏糊糊那个劲儿演出来了，把后期他那个赖的那个劲儿演出来了，真的啊！我觉得倒不是说什么都是老的好，因为《水浒传》不一样，《水浒传》有一个更老的版本，比那个央视的还老的。那个就不好，好，来看看，张飞单挑吕布啊，简单，哎，问题不大啊。老三国其实有一些剪辑的手法特别有意思，比如说啊，对吧？我有上将军潘凤可斩华雄啊。老三国里面这段特别有意思，拿个斧头就走了，下一个镜头就直接就是吕布骑个马，然后地下躺着一个拿斧头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剪辑就是蒙太奇手法，真的是蒙太奇手法啊！就是你也不用问他咋死的，反正他死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对吧？拎着斧头就走了，下一秒就直接就是地下躺个人啊，然后再就是那个孙权啊，不那个周瑜使美人计。然后呢，这个结果呢，弄巧，对吧？弄假成真，刘备跟这个孙尚香俩人就对吧成亲了，两个人就那个镜头给的是如胶似漆，啊，如胶似漆，两个人卿卿我我的。突然一个转场啊，就转到周瑜这，周瑜坐在船上，然后那个表情那个逼样，然后就那个表情就贼鸡巴窝火，贼窝气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就贼难受啊。特别逗啊，反正就是他用这种剪辑手法挺有意思的，有的时候吧就不要给画面了，给画面也没有意义，对吧？没有意义的啊，你有啥意义？我记得就是最狠的，像这种喜剧最多的是啥？
就是那个你丫闭嘴，你们看过吧？你丫闭嘴，就是那个我是来自蒙塔基的钢蛋，他叫卢比，来自底路。那里面就是用了大量的这种手法，就是说你不用问过程是怎么回事儿，就下一秒这个镜头，他就但是呢，说句实在话啊，他还真的铺垫好了，他就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比如说就是，对吧？一上来，这个卢比跟这个桑德拉，桑德拉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，他俩呢就一起，对吧？开完房，然后呢，这个卢比呢杀手就给他这个老大的那个小蜜啊给送走了，但是呢过程当中呢被这个老大的这个手下给拍下来了，拍下来之后呢，这个桑德拉刚回去，对吧？这个沃杰勒就说，沃杰勒就跟他这个女朋友说，他女朋友不出轨了吗？他跟女朋友说咋样啊？没咋样啊，我啥也没干，出去买点东西。然后下一秒就直接被埋了，你知道吧？下一秒就是那个铁锹往里搓土，你知道吗？直接搓土，我操，特别狠啊！就是，对吧？你要是不让我跟他一起住，我就用头去撞对面那个墙。然后下一个镜头，医生拿了个片子，就是确实撞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郎解说啊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来支持我郎，好吧？啊，小的们看招！呼哈！好，感谢我们的瑶光哥一手大金卡，夜沙探海落地的这个标也可以的啊。好，睡了，你们应该把那个礼物送出来啊！也许我瑶光哥还能给我送个办卡，对吧？现在这真的啊，这个收礼全靠缘分啊，兄弟们啊，收礼全是缘分的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纯白美林格一手大金卡。多狠！好，感谢我们酷酷的小狼一手办卡啊，大金卡。好，这没有道具怎么打？卡 Y 轴，你在它上方 A 能 A 出一套来，对吧？你看，在它上方 A 啊，可以的啊。不能白听是吧？玩流式。好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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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来看看，这是倒数第2关了啊！倒数第2关其实是比较长的，它第3关玩的时间快，因为它不走反路。而这一关呢，它要走的时间就要长了。这一关要走荆州城里的啊。关羽，领导发话，关羽。现在很多人反对易中天收了三国了，啥叫反对呀？这玩意儿没什么说正对反对的。三国真正的历史啊，可取的，第一是《三国志》，然后什么之后啊，很多什么《世说新语》啊，《后汉书》啊，什么对吧？什么《资治通鉴》等等，它侧面讲的。但是吧，你要知道啊，
就好比24史，对吧？24史啊，它不包括什么新元史，还有清史稿，对吧？历史这种东西吧，都是编撰出来的，还人传人传着传着就传成这个样子了。真实历史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吧？这没法说。而《三国演义》，你要么你就讲小说，要么呢你就讲这个，对吧？讲正史，你总是把它混为一谈，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信息差，这很正常啊。你听易中山天讲三国，其实是听他的故事的，对不对？关羽对黄飞鸿说：“1个月几百块，你玩什么命啊你？”世子威龙，我二弟天下无敌。现在吧，有的时候吧，有的故事也是搜罗来的，也找不到什么证据。但是呢，连曹操墓都挖到了，你说吧？啊，曹操墓都挖到了，对吧？秦始皇陵墓虽然说知道在哪儿，但是不敢挖，怕破坏掉这个文物。一旦如果技术成熟了，对吧？这个解开了这个秦始皇墓，或者说是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文物啊什么的，确实是可以，对吧？确实是可以说来解决一些。算是证据吧，旁证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有的人的墓地里面会出书，他把书放进自己的这个墓室当中，啊，你现在看到的，比如说，假设这个书叫《小狼解说精选》，啊，距今现在应该是，对吧？5134年了，啊，距今现在已经3000多年以后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可能小狼解说有很多人。剪辑的不一样，它不是完整版，或者说被人修编了，这个地方给剪掉了，那地方加了点什么东西拼上了，那可能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，清史稿怎么样？清史稿现在也没正式的确认，然后再就是那个，再是那个叫啥来着？那个叫。那个，按理说我们要修什么史？要修民国史，但是呢，又没法修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。玩游戏，这个地方他在刷级打气儿，可以打气儿的啊。这个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科学手段也可以证实了，就是在这个光绪皇帝，大伙儿知道光绪皇帝获得皇位啊，完全是凭借当时这个正统的这个同治，他呢是这个得病死了，然后呢这个慈禧太后呢就对吧？慈禧太后呢就把他对吧整成皇帝了，但是呢这个。对吧？前朝跟后朝不统一，慈禧太后一直把持着朝政。这个光绪皇帝呢，就开始搞政变。最开始呢是支持的，不叫政变啊，叫做变法。最开始是支持的，后来呢有点威胁到某些利益了，又收回来了。收回来之后呢，这个光绪皇帝不就死了吗？这个你看很巧啊，光绪皇帝虽然说不算是夭折，因为他毕竟他岁数不小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慈禧她还没死的时候，光绪前一天就死了，这也太巧了。后来呢，经过技术手段，就是从这个光绪皇帝的这个头发里面检验出了什么成分呢？就是这个砒霜的那个成分啊，检验出这个砒霜的成分。这个就有可能会被可能是被毒死的啊，他可能是被毒死的。这样的话，他讲证据啊，他要讲证据的是吧？
反正你想想，正常一个皇帝被毒死，谁有这么大的权利？尽管他是个傀儡皇帝，那也是皇帝啊，对吧？那他正好死在慈禧之前，那慈禧怎么说？对不对？你包括像很多人说那个雍正皇帝怎么死的，又有人编撰啊，说什么那个吕四娘什么的啊。那个雍正王朝那个小说，二月河把小说里面写的是怎么回事？他那个私生女啊，是他私生女，这都无敌了都啊！编呗，这玩意儿编呗。谁说的可信度高就谁信谁的吗？也许吧，有的时候吧，谎话说了一万遍，那就变成真话了，对不对？雍正穿越了，看那个九五之尊，雍正穿越了是吧？还有什么《寻秦记》？《寻秦记》里面还有什么项少龙啊？真的是挺狠啊！你看同治皇帝这个名字起的叫什么？叫同治，那感觉有点像共同治理的意思啊。但这个光绪呢，按理说这个名字挺好，但是呢，结局你也懂的，不太好。咸丰啊，那这些都嘚儿啊。好，勾到最上面打啊，勾到最上面打，然后进屋。好，一个爆气，就在这儿给我引上来 ，A 死了之后直接进屋，哎，还得多打一遍啊！明明当然秒杀不了啊，你懂的。这个玩法就不用想秒杀了啊。光绪宣统，宣布统一的意思吗？啊，宣统，这小崽子嘛，小孩皇帝，儿皇帝。后来这个溥仪不也是坐牢了吗？毕竟是这个战犯啊，在辽宁抚顺，在抚顺坐的牢。不过要说实在的啊，真让溥仪去故宫还要收门票，这确实有点不要脸。说句实在话啊，这个就是说你管我坐牢，我坐牢我也坐了，我也在对吧？国家也给我分配工作了，我也上班了，对吧？但是你对吧？我去故宫，你光要门票，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？我操！其实想想要门票也不过分。为啥呢？那你要照你那么说，虽然说呢，这个明朝的对吧？明朝的这个故宫和清朝的又不一样，对吧？明朝的时候让李自成给毁了，清朝基本上全是清朝对吧？这个满清人修的啊，基本上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都啊。那你说明朝的后裔来这儿，你说我到我家你还不让我进，那也不行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当然谁家这个事儿也不重要，这玩意儿嘛，谁说算谁的呀啊！你像那个美国老说自己什么自由民主，他妈的想当年的印第安人是对吧？你说那个对不对？所以说吧，这个人嘛，说别人的时候可行了，一说自己的时候什么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这个东西，咱不是说咱们很多人说小狼有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雄辩了什么的？没有啊，你历史摆在那儿呢，对不对？老说自己是这个那个，他妈的一说起他们的黑历史，那可黑的不行了都。
圆明园还差点吧？圆明园就是光那个雍正修的，他修的，主要是文物流失。那我哥他家就住在圆明园边上，他是住在西三旗那儿吧？好像是，西三旗是什么的我忘了，西五旗什么的啊。玩不了事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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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当时那个皇帝退位的时候呢，说故宫还是你的家啊，故宫还是你家，你可以在里住。后来还是给撵出去了啊，还是给撵出去了。你说他算不算地主啊？这个斗个地主也是狠。中国最后一个皇帝，名义上确实是皇帝啊。像现在这个日本天皇、英国的这个王室，这都是一直传承到现在的啊。日本的天皇最牛逼啊，从他有天皇开始到现在这个，对吧？这个都是一针下来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隔壁老王这个事儿，我不太清楚。但是就说这个意思啊，他这个天皇确实到现在是令和了吧啊？他年号是令和，对吧？这个令和年号，这个天皇，咱现在。咱经历的对吧？经历了不少了，是不是？那令和再往后是谁？那谁到了？就跟当年咱说，对吧？这个康熙年间、雍正年间，啊，这个情况啊。好，刚才我们的胡好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汉族不会认满人当皇上的，这句话从哪说起啊？这句话从哪说起啊？什么叫汉人呢？对吧？你一说咱们是华夏民族啊，从这个夏起，他定论我是第一个，是吧？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半独立制啊，半封建啊，家天下。叫华夏民族，叫夏商周，这到你这汉朝才叫汉人。这个外国人认为中国唐代的时候呢最出名，在世界上享誉最高，所以说叫唐人。那这个汉人是从哪说起啊？那照你这说法，你汉族的那到那个什么，到那个隋朝的时候，那隋朝都已经大融合了。是吧？那都已经大融合了，你还玩什么呢？对吧？再到唐朝跟隋朝对吧？有血脉关系的啊。你再到这个，你再往后，你五代十国的，你什么汉人呢？说那个呢啊？对吧？这个你包括你说这个元朝还有点争议，这个清朝为啥没争议呢？因为现在咱这个定论是啥呢？当时啊，这个古国的文化呢，这个满族人啊，就是说这个满清。他这个政府呢，他是推行这个汉族文化的，他们的交流啊都是对吧？用汉臣，他们交流也是用这个对吧？用这个汉字啊，当然满文蒙文也有，平常说话也是说这个对吧？说这个汉族人说的话，也不是说满语，要不然现在满语也不可能说没有人会说是吧？啊，满语确实现在没几个人会说啊，据说已经完全失传了啊，就是说就是有好多词组都不认识了，就是也不记得了。你现在你给你本书，你就没有文字，好吧啊？那你说那个汉人不认什么当皇，你认不认呢？你是皇上这种东西，那奥巴马还是美国总统呢，那还黑人呢，你怎么说？啊，你这玩意儿你谁说算谁的呀？对不对？这东西啊，那玩意儿你认不认呢？在你满清确实是啊，确实是，是这个少数民族。啊，也算是外族。就汉族人来说，他是外族。但是你现在咱们56个民族，56朵花，啊，56个兄弟姐妹都喝娃哈哈，对吧？那你怎么谁说算谁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东西，你比如说你可能不知道，56个民族里面可能对吧？有朝鲜族，这个都知道吧？还有俄罗斯族呢，啊。
你不知道吧？有个俄罗斯族啊，再说你像那种什么鄂伦春族，这就更少了。现在的鄂伦春族感觉人都没了啊，就很少。鄂伦春在我们这边就是有，我家这边就有鄂伦春族的人，但是很少的啊。好，这里时间够不够？不知道啊。这个张飞的这个粘人能力还是蛮强的啊，只要他玩的好，你看。但是这个跑了，这就跑了，这没招啊。手里拿着个大环刀，左手是一个轮儿，右手是刀，金轮法王魏延啊。当然这个我这么跟你说啊，你可能不知道啊，这个满族人在最早时期的这个满族人啊，他有分生女真和熟女真。反正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啊，就是这个女真族的人啊，就后来玩到这个哪儿，玩到这个满族人，这就是现在的满族，也就是说当年努尔哈赤这一支下来，他统一部落之后，这个当年的他这个女真族是有1/4的这个叫高句丽血统啊，通俗来讲就是朝鲜半岛那边的血统。所以说你看满族人啊，你看朝鲜人经常会出现，就是他不算整容，也不算融合进去的东西，因为毕竟朝鲜作为这个王朝，它也几千年，对吧？它到现在这个下来就不是几千年啊，我就说就这个意思啊。它现在也有融合了，但是事实上你看有很多，你看那这种典型的那种韩国人，你一看长相他就不是中国人，可能就是小眼睛啊，单眼皮子，你一看就不是就不是中国人啊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他长得就是一看就是可能是这个品种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满族人也是有很多啊，也是有这种长相的啊。那个时候的高句丽，它应该就是在这个渤海，就现在我们这儿啊，就是渤海国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包括像这个辽东这边，但是呢一样啊，他们是一针撇出来的啊。朝鲜半岛不像大伙想象中的那么，你不像日本啊。日本想当年那个蒙古，他都没有那个啥，他都没有那个征服这个大海。蒙古现在要不调侃那个蒙古国海军司令啊，确实是他征服对吧？欧亚大陆啊，那么多国家，那么多地面，他这个日本他没登陆啊。这反正天灾也好，人祸也好，反正是日本挺有意思啊。但是这个朝鲜半岛就不一样了啊，朝鲜半岛他妈的是吧？这玩意儿，这毕竟是大陆啊，这个东西啊。朴成龙，好，好，来看看司马懿，哎呦啊！他这个大爪子挠是有点东西的啊。其实我想说，卡兵是一个真的很赖的一个技能，真的，只要说卡兵啊。当当当当当。很早谋朝篡位这个事儿吧，倒未必。你像你曹操曾经也是热血青年，对吧？曹操最开始他也没想到最后自己能当上丞相，能，对吧？能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扫灭这些什么北方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什么这个人啊，这个马腾，那个韩遂，这个袁绍，那个少数民族的啊，什么游牧民族的，他没想到自己这么牛逼的。最开始他只想，对吧？他只想说当个征西将军，是吧？这有时候走一步算一步啊！好的，差点死啊！这被挠一下挺惨啊！这个被挠一下，
狂风式。好，你看你们不觉得这个曹操比张飞长得像张飞吗？真的，这个曹操长得像张飞，对吧？如果这个是曹操的话，我只能说张飞人送小曹操啊，这人送外号小曹操。你看，这张飞长得就比曹操，对吧？比曹操要稚嫩多了，而且白白的。你看那个张飞白白嫩嫩的，那个曹操是黑的跟狗一样啊。张飞白白嫩嫩，你看。哥现在这么一看也是个猛男啊，把胡子一剃，换个发型，张飞妥妥的男团成员，真事儿啊！没啥事儿再开个户外直播，练那个什么，练那个健身啊，练肌肉，是吧？啊，老铁，我跟大家伙儿对吧，表演一个睁眼睛睡觉之类的，是不是？滋。好，一丝血，哇！追地，黄蜂式，丝血过关啊！白胜方便面，啊，牛逼啊！其实我感觉他这个玩的没有，因为没有上一次那个人玩的那个就是稳，但是他玩的比较快，他就1个小时就通关了啊，61分钟就通关了，也是牛逼。而且呢，这个欧阳先生他的连招连的帅啊，他不仅会常规12连，而且还会那种伪连无限连、伪无限连，所以说玩的还是挺好的。也不多说了啊，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，如果大家说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